大家好，我是龙儿。难怪我们的手机电池越来越不耐用，续航越来越短，原来是我们充电的方式都充错了。手机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各种智能手机，平时不仅可以用来打发时间、刷视频、看电视、看小说、和家人朋友聊天、联络感情，可以说它早已成为了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既给我们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方便，同时呢，我们发现手机用久了之后，充电次数越来越多，续航越来越短，总感觉电池越来越不耐用了。很多朋友都以为是我们手机出了问题，需要更换了，其实并不是。很多时候都是由于咱们平时充电用错了方法。因为如果充电的时候用错了方法，对我们手机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甚至会影响到电池的使用寿命。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这个说法有一点言过其实了，其实事实就是这个样子。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手机不仅仅是一个通话工具，而且呢，它还是一个支付工具。我们在逛街购物的时候都会用到手机来支付。但是如果我们的手机电量不足、续航能力差的话，那么就难免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如果你的手机已经出现了续航短、充电时间长、充电次数多的情况，那么从现在起就一定要改掉平时养成的坏的充电习惯哦。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充电习惯哪里不好，相信大部分朋友平时在充电的时候都忽略了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一个手机它都有一个充电器，而且这个充电器是原装的。但是呢，很多人在充电的习惯当中就存在了许许多多的不足。相信生活中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充电的，先把手机这一端的端口插进去之后才会想到把我们充电头另一端插到我们的电源上，这样来给手机充电。这一个步骤行云流水，看起来没有什么任何不足，而且我们的手机也能够正常的充电。但是你知道吗？如果先用充电线连上我们的手机插孔，然后再用插头去连接电源，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电涌。专业人士都知道电涌是什么，而这个电涌就会对我们的电池造成伤害。一次两次可能看不出什么差异和差别，但是次次都这样，时间一长电池的各种不足就显现出来了。慢慢的我们就会发现手机的蓄电能力越来越差，充电的次数越来越多，每一次用的次数越来越短的这些情况。那么正确的充电方式到底是怎样的呢？正确方法是我们在需要给手机充电之前，先把电源的插头插上，然后再把我们充电线的另一端连接在我们的手机上面。连接之前，我们还需要确认电插板是否通电。如果没有通电，一定要把开关打开。这个时候再把我们的充电线插到我们的手机里面进行充电，这个方法才是正确的。当然，光只是这一步还不足，这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除了充电的时候，很多人养成了不好的坏习惯，并且在我们的手机充满电之后，拔除电源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很多人都是直接把上面的电源拔掉，然后才想着把手机上面的充电线拔除。其实这个方法也是不对的，对我们电池的损害也非常的大。正确的做法是，当我们的手机完全充满之后需要先把手机上面的充电线拔除。手机上面的充电线完全拔除之后，再来把插板上面的充电头，这种方法才是正确的。只有同时做到这两步，才能保证咱们手机的电池更耐用。除此之外很多朋友在充电的时候还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喜欢手机的电量已经用完了才开始充电。其实这个方法也不对。一般情况下，当我们的手机电量达到 30% 以下，最多达到 20% 以下就要开始充电。除此之外我们平时尽量不要选择一边充电一边玩刷手机，那样对我们的电池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同时呢也比较危险。
所以说呢，尽量养成充电的时候不玩手机，玩手机的时候不充电。说完了充电之后，才发现我的手机屏幕已经非常脏了，这就一天没有清洁就脏成这个样子，上面油油腻腻的，还有一些油渍污点抠不下来。相信很多朋友遇到这种情况啊，都是直接拿纸巾或者是毛巾来回的擦，但是我们发现一点用都没有。今天教大家一招，当我们的手机屏幕脏了之后，千万不要直接用纸擦或者是用水来擦，我们可以用家里面的酒精喷上一点点，然后再用纸巾沿着一个方向不停的擦。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短短的10几秒钟，咱们的手机表面变得非常的干净，一点油渍污渍都没有啦。看一下手机屏幕，就像镜子一样，超级反光。我们来检测一下，就算我们用手去摸啊，手上的指纹都不会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面留下来了，真的特别好用。我的这个手机屏幕它是蓝光的，可以看到上面非常的干净，现在呢没有任何的污渍。今天呢主要给大家分享了关于我们手机的2个使用技巧，那么也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哦，以便需要的时候找不到。点击我的头像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妙招。本期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